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家第27季第19集。哄孩子睡觉是一个好爸爸的必备技能，可是歌都唱完了，也不见小小新有丝毫困意。好不容易等小家伙闭上了眼睛，辛巴小心翼翼把他放在了小床上。隔壁房间辛妈一声吼，孩子睡着了嘛？哄睡2个小时，吵醒1分钟，小小新又睁大了大大的眼睛看着辛巴。成年的崩溃往往只需要1瞬间，尤其是小女儿还想让他讲小红帽的故事。辛巴不知道一直想要满足自己本能的大灰狼到底有什么值得唾弃的，于是决定讲辛妈给他说过的故事。事实证明，这些生活中的琐事确实能够让辛巴犯困，可惜他对一个还在吃奶的小朋友来说毫无用处。结果就是辛巴睡着了，小小新还精神饱满。最后当然是小小新弄醒了辛巴，继续让他讲小红帽。想要蒙混过关显然是不行了。辛巴打起精神，决定给小小新讲一个发生在他出生以前真实的故事。那是2年前的一个周六，神父带着辛巴一群人一起去给贫困区做义工。辛巴显然对此很不情愿，从下车开始就碎碎念，这自然被虔诚的基督教徒邻居弗兰德好好教育了一下，心怀了对上帝的忠诚和对穷人的怜悯。弗兰德毫无疑问成为了本次义工活动中最无私的清洁工。为了表扬他，神父奖励他们全家去大峡谷旅游。由于奖券可供2个家庭一起参加，弗兰德诚恳地邀请了神父一家，可惜神父太太竭力反对，于是神父只好告诉弗兰德，上帝更希望他能够和邻居，也就是辛普森一家好好相处。这一次的旅行也许正是拉近他们关系的契机。既然上帝和神父发话了，作为教徒他没有拒绝理由，当即就邀请了辛巴。就这样2个家庭的旅行就开始了。经过10个小时的漫长车程，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辛巴正准备教训欺负妹妹的小新，2人打来打去，闹得不可开交。辛妈过来阻止他们继续残害小动物的行为，希望他们能够欣赏一下眼前的美景。巨大的沟壑让浮躁的心回归平静，越到深处越被薄雾笼罩，好像掩盖一个不见底的深渊似的。身处其中只觉得自身的渺小，虽然对辛巴来说只是一处巨大的堆放垃圾的场所。就在这时，弗兰德一家也来到了此地，他们嘴里唱着基督教徒的歌，一起将上帝的福音传遍千山万水。讲到了弗兰德一家出场以后，辛巴觉得嘴里没味了，所以用酒润润嗓子，才开始给小小新讲接下来的故事。到了晚上，2家人去餐馆吃饭，每个小孩子都对服务员表示了感谢，除了小新。内心不安的辛妈觉得是自己没有教好孩子，就暗示小新应该感谢服务员。小新却不愿意，让他吃不喜欢的东西本来就已经够勉强了，为什么还要说谢谢？服务员见状很不高兴就走了。让辛普森一家一起出游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辛巴的鼾声让弗兰德一家根本无法入睡，而更滑稽的事还在后面。当2人都来到了玻璃栈道，辛巴看到了栈道下挑衅他的小新，于是也跟着做出了不可描述的举动。接着他就被电击之后当做流氓处理了。辛妈感觉自己的脸都被丢尽了。正式开始峡谷之旅前，还有一些准备工作，比如说签一些安全协议。这种协议并不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，相反，他们签订是弃权声明，这可能就是为了防止出现旁边掉落一个孩子，然后要求他们索赔的情况吧。接着就是选择峡谷之旅的专用交通工具骡子，辛巴实在是太重了，普通骡子根本不能满足他，导游就亲自带他挑选合适的骡子。谁知辛巴一亮度，骡子们慌不择路，只能寄出骡子中的战斗机，一头曾经运送过200磅的花岗岩的骡子。选定之后，正式开始峡谷之旅。沿着大峡谷的边缘，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就连平时没有什么美感的辛巴也赞叹着大峡谷的美丽。就在这时，几辆豪车疾驰而过，原来有钱人也来享受大自然了。亲小妹很享受这次旅行，还从导游手里获得了一块大峡谷的石头。小新还像往常一样调皮，压下树枝去谈弗兰德家的2个小孩。他们的妈妈自然十分生气，但是也不会直接就说孩子，而是对辛妈说，作为母亲她出局了。虽然她表示这句话自己只会说1次，但是大峡谷却把她心里重复的次数全都说了出来。虽然辛妈还想维护一下自己的孩子，无奈弗兰德家2个孩子都帮衬自己的母亲，被落在后面的辛妈有些孤立无援。2个家庭的男人走在最前面，作为一个狂热的基督教徒，弗兰德已经嗅到了上帝的气息。等待弗兰德一家人亲近了上帝以后，大部队又浩浩荡荡出发了。面前路越来越窄，一路上还有山石滚落，这对新小妹来说可不让人放心的是。导游安慰她，国家农场也是走这条路的。显然就算是这样也并非完全可靠，因为说完这句话后，导游就落下了悬崖。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没了，后面跟上的大人们都惊讶于向导和路的消失。讲到这里，小新终于进入甜甜的梦乡。辛巴刚想回到房间休息，就看到了放大版的小新，原来是新小妹，她想知道后面发生的事。那时候没有吃的，没有信号，他们陷入了危局，唯一还剩下的食物也已经坏掉了。如何解决2家人饿肚子的问题，就成了现在头等大事。弗兰德告诉辛巴，现在他们2个必须去求救了。一脸担忧的小新走过来，好好的问候了一番弗兰德，倒是完全一副
不知道辛巴是谁的样子。两位父亲趁家人睡觉的时候，踏上了寻找食物的征程。头顶的星空默默闪烁着，伴随着寒夜中的旅客。在弗兰德的眼中，最明亮的星星正是由上帝亲手点亮，而在辛巴的眼里，那只是上帝玩枪走火的证明。两人不停地行走着，突然，弗兰德的下方发现了一大片营地，只要能在下面弄点吃的，他们就能顺利地度过这一次旅行。可惜下面营地传的声音并不友好，表示如果不是来处理他们的垃圾，那就马上离开。弗兰德用随身携带望远镜看到了一群吃喝玩乐的人，他们只顾自己，丝毫不顾及原本居住在这里的动物。弗兰德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不愿意分享多余的食物给别人，他们只吃猪的一块，然后就把剩下的扔到旁边的溪流中。有时候人并不明白自己舍弃的正是别人趋之若鹜的。我们是去偷呢，还是去偷呢？辛巴还没等弗兰德做出决定，就已经滚下山谷。两人麻利地装下了要带走的东西，并由于超重扔掉了没用的救生衣。男人之间的友谊建立可能就是这样简单，一次单独出游，一次共患难的偷窃，一艘满是战利品的船，一首默契合奏。可能在这之前他们的确有不小的矛盾，可现在他们就像是真的朋友一样。弗兰德躺在床上，惬意地对辛巴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，他们在一起真的很不错。回到家人的身边之后，他们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早餐。快要回家了，辛巴摸摸他骑的那头骡子，他表示自己会想念他。在他的眼里，他俨然变成了一匹骏马，可惜在骡子的眼里，辛巴只是他驮过的又一袋花岗岩。临走之际，弗兰德询问辛巴是否就此之后他们就是朋友了。辛巴表示这得看他们妻子的意见。故事讲完了，两个小女孩都进入了梦乡。这时辛巴听到隔壁传来了弗兰德的声音，两个男人就这样趴在窗台上说话。辛巴表示上次峡谷旅行算是弗兰德请他们的，所以自己有必要回请。然后他们去了各个地方，约塞米特国家公园、巴黎、迈阿密海滩、大溪谷。当然以上都是不可能的，他们只是去参观了明信片上博物馆，干啥不行，抠门第一名，不愧是你。一场看似平淡无奇的旅行，却揭示了不少的社会现象。穷人与富人的世界是不同的，凛冽寒冬，穷人们衣不蔽体，只能住在满是垃圾的贫民窟里。然而大峡谷里的富人们却可以为了发一条讯息，建立一个手机基站，吃猪肉只吃背部最好的一块，然后扔掉。再比如那些看似美丽的大自然背后，实则是不能保障人身安全的危险之地。壮观的大峡谷也是名副其实的垃圾收容所。抛开这些，本集其实贯穿辛巴与弗兰德之间的友谊，他们之间的友谊并不体现在生活中的只言片语，而像辛巴所说，他如果死了，愿意将尸体给弗兰德取暖。有很多词语可以形容男人之间的友谊，纯粹、实在。也许他们之间不会说什么肉麻的话，也不会有什么亲密的举动，但是谁都不会否认他们的感情就在那里。真心未必都是轰轰烈烈的，默默无言的付出，也许才是真正的友谊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